我是 YouTuber 露露露。这次要带来的是雷音权限的单人讨伐攻略。雷音权限就是样子长得很像纯水精灵的雷元素版本，虽然它的象征就是愤怒2个字，说出招式上也比较暴力一点，但应对方式上其实很简单哦。尤其是需要搜集雷电将军或是9条沙罗的肉肉们，更是要多次讨伐这只野外 BOSS。影片中除了带来单人的简易无伤讨伐攻略外，也会列举所有 BOSS 会使出的招式，以及这次在 2.1 版本中新增的2个隐藏成就。若是还没有解锁雷音权限的讨伐位置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查看青睐逐雷记的影片解谜流程。那影片开始前，若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，记得先订阅一下哦。雷音权限长得就像一只大蝙蝠，攻击时也会挥动翅膀来做伤害。而 BOSS 总共有2个阶段，只要将 BOSS 血量打到约 75%， 或是让 BOSS 血条下方的怒气值累积满，也会进入第2阶段。第1阶段 BOSS 会待在场中心，并且试图透过招式来锁定你。当怒气值满后，角色身上也会多一个标记。而若是多人联机的话，这个标记只会标记1人。第2阶段后 ，BOSS 就会开始在场地四周飞来飞去，并且许多招式都会追踪，有的伤害也很高，务必要随时注意 BOSS 的动向。由于 BOSS 是雷元素的，尽量避免带使用雷元素说书的角色，比较推荐远程角色，像是萧公、甘雨、明光、耶菲等等，都是很好用的远程。法师角的技能也会自动追踪，方便不少。而若是要近战角色的话，会建议除了主 C 之外，再携带护盾角，像是钟离，但也不要想着有带钟离就可以站着不用闪哦。BOSS 的部分招式伤害很高，就算带5万血的钟离开盾都有可能被夹爆，因此还是要看一下待会介绍的招式闪躲技巧。BOSS 开场的时候会发射5枚类似探针的雷线，在探针刚掉落地面时会对角色造成伤害，而后向外发展圆形的噪音波动，类似超音波一样要捕捉你的位置。这些探针不会对玩家造成伤害，但只要角色站在上面就会替 BOSS 累积怒气值。但其实第2阶段会更好打，因此也可以直接站在圈内让 BOSS 尽快进入第2阶段。接着 BOSS 的身边会炸出音波，身边会有 BOSS 周围的预判圈，只要提前远离 BOSS 身边就不会受伤，是通常都会接在探针后使出的招式。落雷通常都会接在近身音波的下一招。第1阶段的招式主要就是探针、近身音波、落雷的循环，可以在落雷下来前看到预判圈，通常会连续出现2波，一样只要提前闪避就不会受伤。这招是大范围的雷元素伤害，若是使用近战角色的闪避时间要抓得比较好，只有1瞬间的空档可以闪避。而若是远程角色的话，这招范围和近身音波的攻击范围差不多，提前闪避即可。而怒吼落雷的时间大约是9秒一次，因此只要9秒一到，当前招式放完的下一招就会是怒吼落雷。而当准备进入到第2阶段前，还会有一次无伤害的怒吼落雷。当角色跟 BOSS 处于近身状态时， BOSS 会使出近身回旋的攻击，若看到要往左后或右后提前闪避。通常这招也都是第2阶段的第1招开场， BOSS 会召唤2面雷幕朝你的所在位置夹过来，若不小心被夹到的话会很嗨哦，就连帝君可能也撑不住。但闪躲的方式可以是在雷幕快要靠近前往左或往右冲刺闪避，就可以轻松闪掉了。BOSS 会有一个起手式的收翅膀的动作，接着会往你所在的方向快速的透过翅膀回旋斩扑过来，一样可以在看到起手式时提前往2侧闪避即可。有时候 BOSS 会连续2次，要注意一下 BOSS 的动作。若是近战攻击的话，可以看准 BOSS 翅膀往哪一侧收，就准备往那一侧的方向冲刺，可以闪避的空间会比较大。BOSS 会在你的脚下使出一个招式追踪圈，而后追踪圈结束后会出现一个4方形且不断旋转的雷暴追着你跑，伤害也很高。不过这个4方雷暴的移动速度不算快，在看到招式出现后，正常的速度绕着外圈跑步就不会受伤。要注意的是，这招追踪的持续期间 ，BOSS 有可能会在这时候使出其他招式做组合技，因此在移动时还是要随时留意 BOSS 的状态。通常在4方雷暴的同时 ，BOSS 最喜欢使用的就是闪电尖刺。在 BOSS 身上会有5枚尖刺，蓄满尖刺后会朝你所在位置发射过来，只要往其中一侧跑步闪避即可，又或是可以直接绕到 BOSS 的身后。BOSS 会蓄力，并且在地面上出现一道冲锋的预判轨道，只要在 BOSS 冲刺前往预判轨道外闪避即可。这招通常会有2次来回冲刺，等 BOSS 第2次冲刺完后，可以提前到 BOSS 停下来的地方进行攻击。落雷3重奏通常会出现在 BOSS 血量剩下1/3左右的时候，
地上会出现3个圆圈，接着会出现落雷，一共出现3波。闪避方式也很简单，不要傻傻站在圈内就好。接下来带来灵命消空的实战。开场的时候可以从传送锚点旁边召唤雷种子飞过来，在落地前也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等 BOSS 出现，再接着给他一发下落攻击并开打。接着就是刚提到的第一阶段招式循环，由于是远程角的关系，有很好的视野可以观察 BOSS 的动作，然后就是无脑的A， 并等 BOSS 进入第2阶段。第2阶段开场就是雷幕夹击，提前冲刺闪避，而后的4方雷暴也是正常速度跑步，在观察 BOSS 要出什么组合技，并同时闪避即可。若是担心快要碰到的话，也可以多冲刺拉开一点安全距离。后面的招式闪避技巧都在前面说了，因此大家可以放心看完，并且挺非常简单了。另外的凝光实战画面，若是有练光或是烟飞的，都可以参考这个攻击方式。由于凝光和烟飞的攻击会自动追踪，因此打雷音权限非常好用，对平民玩家来说也很容易上手。唯独2个角色都是依靠重击的，在体力条的消耗上要注意，不要一不小心就连保命的体力也用光喽。关于雷音权限在 2.1 版本新增的2个隐藏成就，第一个是在不被第1阶段的探针侦测且锁定的情况下击败雷音权限，也就是身上不能出现被标记的状态下击败雷音权限，解完后可以获得成就无法传达的练波。解法是在第1阶段使用近身攻击，并可以在怒吼落雷的时候抓准时机闪避，又或者是可以开大利用无敌时间的瞬间躲过。这个成就不能使用中离的护盾哦。另外一个简单的方式则是可以多人联机的时候，由于被标记的人只会有1个，因此只要自己不要被标记到并且成功击败就可以获得。第2个隐藏成就是要击败正在空中飞行状态的雷音权限，建议使用弓箭系角色，推荐干羽。将雷音权限打到残血时，看准雷音权限在空中的时机，确保最后一发蓄力箭时可以终结它的情况下发射最后的那一箭。以上就是关于雷音权限的单人讨伐攻略和隐藏成就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肉肉们。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肉肉都一一回复。觉得影片内容实用，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，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肉肉帮会员，并成为正式帮众。最后，喜欢肉肉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，给肉肉一个鼓励。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，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旭 YouTuber 露露露，我们下次见喽！